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破传闻力真心，诚意不玩手机的辟谣，如何成为一次与公众的巧妙共鸣？诚意近期对不玩手机传闻的辟谣，表面上是一次简单的明星澄清，这其实证明了很多人都很愚蠢。这个时代有人不玩手机吗？这都有人相信。公众和媒体往往倾向于将演员简化为某种符号，例如专注演技的工匠或脱离世俗的艺术家。诚意此前被描述为断网不玩手机，甚至被同事调侃手机总欠费。这种标签原本是团队或外界对其专注事业的褒奖式解读。这种符号化是一把双刃剑。它既可能打造出独特的个人品牌，也可能因过于极端而引发质疑。当下的回应则是对这种符号化形象的祛魅，试图在公众面前还原一个更真实、有烟火气的自己。这反映了演员在人设与真实之间的艰难平衡，完全符合标签会被质疑造神，打破标签又可能让部分受众感到失望。在一个依赖流量和话题的娱乐产业中，演员的敬业常被与是否努力营销自己挂钩。诚意的例子则提供了一个反讽的视角，他因深耕剧组、疏于社交而被视为敬业，但这种敬业却需通过否认不玩手机来自证，并未与社会脱节。更进一步看，这种矛盾实质上演变为演员是否必须通过社交媒体维持曝光，才能被视为正常或敬业。事实上，诚意的辟谣间接批判了行业中对演员公司界限的模糊要求，似乎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应当成为公众消费的一部分。诚意的案例也典型地体现了名人私人行为被公开审视的现象。他提到自己不擅长社交，常忘回消息，这本是很多现代人的普通习惯，但放在聚光灯下却被赋予了人设崩塌需要澄清的戏剧性。这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数字时代中公众对名人可见性的过度期待，仿佛他们必须永远在线，永远可触及。而诚意试图说明的或许是演员亦有权利保护自己的数字隐私，选择性的参与社交而非全天候表演自我。在一片喧嚣中，诚意体现出某种选择性钝感。他自称对流行热梗不了解，并表示与职业无关的事感知不敏锐。这未必是缺乏情商，反而可能是一种主动的情绪和认知管理策略，通过减少对嘈杂信息的摄入，将精力更有效地投入专业领域。这种钝感在当下高度互联、信息超载的社会环境中，反而显示出一种稀缺的清醒，知道什么是自己真正该在意的，什么是可忽略的噪音。颇具讽刺意味的是，尽管诚意因断网人设吸引关注，其主演的富山海却近期陷入剧组集体敷衍的争议中，典型如台词本穿帮镜头未剪、过度依赖配乐掩盖表演短板等。这形成了一个微妙对比，演员个人努力经营专注形象，但剧作的整体质量却可能因行业惯性流程化生产、资本快速变现逻辑而下滑。换言之，公众也许过于聚焦演员个人的手机使用情况，而忽略了影视工业中更系统的困境，比如创作诚意缺失、制作环节粗疏、审片机制失效等。这些结构性问题远比一个演员是否看手机更值得深入探讨。诚意对不玩手机的辟谣，远不只是一场明星公关，它如一枚多棱镜，折射出当代演员在符号化期待下的身份焦虑、行业对敬业的窄化定义、公众凝视与私人空间的拉扯，以及选择性钝感作为一种生存智慧的价值。同时，它也提醒我们，或许我们更该关注明星作品的整体质量，而非其社交媒体使用习惯，更应审视娱乐工业的系统性问题，而非个体行为。在算法驱动注意力的时代，能主动选择哪里该投入注意力，
哪里该保持距离，无论对演员还是普通人，都可能是一种稀缺的清醒。破传闻力真心诚意不玩手机的辟谣，如何成为一次与公众的巧妙共鸣？在娱乐圈这个信息瞬息万变、舆论持续沸腾的舞台上，明星的一举一动往往都会被放大、解读、再传播。最近，程毅因为一句澄清自己并不是不玩手机的回应，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。乍一看，这只是一个明星对外界传闻的普通辟谣，但如果深入拆解，它却是一次颇有意味的公共叙事，不仅折射出演员人设与真实之间的拉扯，更牵动了公众对数字时代生活方式、娱乐产业逻辑以及私人边界的复杂共鸣。荒诞传闻下的人设符号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，关于程毅不玩手机的传闻甚嚣尘上，有人调侃他手机总欠费，也有人将其解读为他沉迷于角色、不涉世俗的艺术家姿态。甚至在一些宣传口径中，这种断网的设定被塑造成他专注演技的象征。然而，冷静思考便会发现，在一个高度依赖手机的时代，几乎所有人的工作与社交都离不开移动设备，不玩手机的说法本身就带有荒诞色彩。但正因其违背常理，这个标签才显得格外突出。符号化的人设往往如此简单、极端，却容易流传。明星人设的符号化，本质上是资本与舆论合谋下的一种简化叙事。公众希望快速捕捉一个人的特质，媒体也乐于制造话题。于是，不玩手机的程毅就成为了专注事业的符号化版本。但这种标签终究难以承载真实个体的复杂性。辟谣，一次祛魅的主动选择。程毅在公开场合回应道：“我有手机，下班了也会玩，只是可能不太擅长社交，经常忘了回消息。”看似轻描淡写，却精准击碎了外界的臆想。这既是一种自我澄清，也是一次祛魅的过程。所谓祛魅，就是打破那种被神化、被异化的人设，把自己还原为一个普通人。程毅并没有迎合艺术家断绝尘世的滤镜，反而选择承认自己和大多数人一样，会用手机，会娱乐，会分心。这种表态不仅没有让他失分，反而让人觉得真实，有烟火气。对公众而言，这种辟谣让他们意识到，明星并非遥不可及的符号，而是同样会有惰性和习惯的普通人。正因如此，程毅的回应不只是粉碎了传闻，更在潜移默化中与大众建立了一种共鸣感。敬业与曝光的悖论。娱乐产业的运行逻辑中，明星的敬业常常被与其社交活跃度、曝光频率绑定在一起，仿佛一个演员不常更新动态，不热衷于营业，就可能被质疑不够拼、不够敬业。而程毅的处境正好揭示了这种悖论。他因埋头拍戏、疏于社交而被解读为沉浸角色，但同时，这样的低曝光又需要靠否认不玩手机来避免与社会脱节的形象。换句话说，公众与行业似乎要求演员必须时时保持在线，才能证明他们的努力。这其实是一种行业病症。演员的本质是作品和角色，但在流量与话题为王的当下，他们被裹挟进社交媒体的竞争之中，被迫在敬业与曝光之间寻求平衡。程毅的回应，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窄化定义的反讽。公众凝视与私人边界的模糊。程毅说自己常常忘了回消息，这在普通人中稀松平常，但当一个明星这么说时，却被放大为人设崩塌。这背后是公众对名人私人行为的过度凝视。在数字时代，明星的可见性被无限延展。粉丝希望他们随时在线，品牌希望他们保持曝光，媒体希望他们制造话题。这种需求叠加之下，演员的私人空间被极大压缩。就连是否玩手机这种生活小事，都成了需要澄清的焦点。
事实上，程毅的辟谣正是对这种全景监控式期待的回应。他提醒大众，演员也有权利选择性的参与社交，而不是全天候展演自我。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保护，更是对个人边界的坚守。选择性钝感的生存智慧。程毅还提到，自己对流行梗、热门话题感知不敏锐，这一点容易被曲解为不合群或情商低。但换个角度，它其实是一种稀缺的清醒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每个人都被裹挟在无休止的热点中，很容易陷入情绪消耗。程毅的钝感则是一种过滤机制，他主动屏蔽与职业无关的噪音，把精力集中在创作和表演上。这种选择性钝感不仅是一种认知管理，也是一种心理健康的守护。与其说他不懂社交，不如说他懂得把注意力投放在真正重要的地方。在浮躁的娱乐生态中，这反而显得难能可贵。作品质量与演员人设的错位。有趣的是，尽管程毅因不玩手机的传闻获得关注，他主演的《富山海》却因剧组敷衍陷入争议台词本穿帮、剪辑粗糙、过度依赖配乐掩盖问题。这种演员个人努力 vs 行业整体粗糙的错位，恰恰是当前影视生态的缩影。观众常常聚焦于演员的个体八卦，却忽视了影视工业中的系统性困境：制作环节草率、资本逐利、审片机制失效。相比于一个演员是否刷手机，这些问题才是作品质量真正下滑的关键所在。程毅的案例提醒我们，或许我们更该关注作品本身，而非演员的生活习惯。因为一部剧的成败，往往不是由演员的手机状态决定，而是整个产业链条的用心程度。从个体到群体的共鸣。程毅的辟谣之所以引发广泛讨论，不仅因为他是公众人物，还因为他的处境与许多人产生了共鸣。现代人同样面临着是否必须实时在线的焦虑，同样会因未回消息而被误解，同样渴望在数字轰炸中保有片刻安静。因此，当程毅坦然承认有手机但不太常回消息时，大量网友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这种真实共感，远比精心包装的人设来得更打动人心。清醒的稀缺。综上所述，程毅的不玩手机辟谣，绝非一场单纯的澄清事件，它像一枚多棱镜，折射出当代娱乐产业与社会文化的复杂景观。明星人设的符号化与祛魅，敬业与曝光的悖论，公众凝视与私人边界的拉扯，选择性钝感作为生存智慧，作品质量与行业惯性的错位。在这个算法驱动注意力的时代，无论是演员还是普通人，能主动决定什么该在意，什么该忽略，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清醒。而程毅的回应，或许正是这种清醒的体现。最终，我们也应当学会把目光从明星的手机转移到他们的作品，从个人生活的枝节转移到产业发展的根本。因为只有作品站得住脚，才是演员最真实、最长久的人设。